当接受了观钮善满的建议，设下陷阱，亲手将苍白之母拖入虚空之后，你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，这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这一切真的值得吗？今天这一部影片就带你一同了解。当你进入了第二幕的结尾时，将迎来两种结局。第一个结局是大黄蜂牺牲自己，取代了苍白之母，旧神陨落，星光临位。那是一场犹如悲歌的历史循环。而第二个结局呢，是你身上的寄生虫阶级上位。那是一个你我皆无缘亲眼见证的时代，因为你与苍白之母一同成为了古神的养分，并筑起破茧而出。到此，你可能会选择暂时放下手把，休息一阵子，又或者你曾听闻了流传于网络上的结局，渴望着与失散6年的初代主角重逢。于是，你最终接受了观钮善满的提议，设下了陷阱，亲手拉开了第3幕的开头。踏入到第3幕，那是个遍布着被深空蓝黑的视线所缠绕的王国，代表着不安、不确定，也代表着这是个动乱不安的时代。当你回到熟悉的中心镇，可以看到证明对于这种末日将至的恐惧。曾经并肩作战的盟友，仍在中心镇的外头拼命守护着手无寸铁的弱小存在。这时，玩家们可以选择接受一些支线任务，一边探索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。在这些支线任务中，其中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那位总是骑着坐骑四处征战的骑士加蒙德。在探索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图时，你曾目睹他英勇的心里受感染的虫子们。而当你回到村庄，收到他那封写着10万火急的求救信时，你毫不犹豫地乘上中道兽，赶往目的地。抵达月台时，迎接你的并非骑士本人，而是他那只形影不离的坐骑渣渣。他在月台静静地等候着你，而当他带领着玩家前往目的地时，一股不安的情绪也在玩家的心中蔓延。随着渣渣走入地图阴影处，你隐约地看见一个身影慌乱地窜动，那是实心的加蒙德。别无选择的你，只能拔线相向，战斗止息。战败的骑士人低语呢喃着：“等我休息够了，我们就再次出发。”到此，他再也没有动弹。那只忠诚的坐骑静静地依偎在主人的身旁，他在等待主人睡醒后，再带他再次的奔跑。他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大黄蜂要在这悲伤的时候拨弄琴弦。现在不是个适合歌唱的时候啊，主人在休息呢。他想着，等主人睡饱了，大家再一起回中心镇合唱，那是个多好的时机。琴声戛然而止，大黄蜂转身步入阴影，消失在黑色视线的尽头。这一切真的值得吗？